台湾现在关税这件事情上完全是黑箱，企业完全没有办法做策略的管理。但接下来还要付出多少？是不是无底洞？真的是无止境的付出。但美中呢，看起来双方在过招跟交手里马上有川习会了吗？其中中国大陆囤积黄金这个部分，对于美元呢大笔的官方数据显示，到今年6月已经有8个月连续的增加储备，黄金一直增加，总量已经达到2299吨了。市场上甚至认为它可能更高于它所公布的值哦。而美元呢，现在囤黄金3.3兆美元，当然是要降美元购买力的侵蚀啊。中国担心长期会有37兆美元的债务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啊，所以美元接下来不只要可能要被弃守，当然这也是川普的策略之一。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对阵里头，越来越多元的工具，其中川习会要见面了吗？传出来一个报道是路透社告诉大家的，川普跟习近平预估幕僚讨论可能会在今年稍晚秋季左右就要在亚洲访问的期间。有可能见面的机会，其中 APEC 会是一个可能的地点跟时间。元首外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的确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的作用。但是呢，你问的具体问题是不是要在 APEC 啦、秋天啦要见面啦？发言人是说，目前没有可提供的资讯。但是所有的韩美也要指出习近平计划已经答应点头出席 APEC 了。川普去不去，现在还不完全的确定。那两个人如果在 APEC 见面，就是一个双方第一次在他第2任以来最好的对话时机了吗？那大陆目前看起来美中对峙里头，稀土的部分出现了一个转环让步。中国海关数据告诉大家，6月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已经放宽了不少。比5月成长158%，那其中对于美国的出口量从46吨大幅增加到353吨，到之前几乎要停掉，现在开始有开放的痕迹。而贝森特美国的商务部他告诉大家说，现在要求财政部长说要聚焦购买俄罗斯、伊朗的能源问题啊，中国却受制裁的伊朗去买石油吗？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反正双方也还在各种的这个 bargain 当中，但是出现了一个中国大陆阻止美国商务部的雇员离境的这个新闻，双方显然还有很多的细节仍然在磋商。美国政府文件披露的大陆情报人员今年春季开始追踪的美国商务部的雇员，正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探亲，结果呢，就有相关人员把他带去对于服兵役的经历进行了盘问。担心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出境。双方都有很多的角力，但所谓的打脸川普是什么呢？川普都觉得他美国独大啊，美国最重要，钱都要美国赚。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跟中国贸易谈判进行得很好，期盼未来在探讨的叫做产能过剩的问题。陆制的商品占全球出口30%，这个数字没有因为美国发起的关税战而减少，大量的货品一样涌到其他国家去啊。其实这个现象是什么？就是美国减1嘛，其他地方还是会买货品啊。美国除外的经济市场正在重新的建构当中，这是美国华盛顿邮报所提醒的。川普的各种政策，包括关税谈判跟拒止啊，结果呢，一个全球贸易环境新的游戏规则正在逐渐形成。反正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人都可以做生意，包括了这位在企业界的执行长说，今年第2季度欧洲企业对于潜在的中国供应商进行了审计检查，需求增加了至少5%，来自美国的需求反而下降了24%。其中美国到底有没有办法把所有制造业都搬到自己国家来？黄仁勋直接在受访的时候说不可能，所以他说供应链的初衷是为了提升敏捷嘛，全球可以各自分工。但是呢，现在美国想要把所有生产的工厂通通搬回美国去，当然是不可能。不但不可能靠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不够明智，也没有必要。黄仁勋看起来现在是美中最有办法，从之前本来以为马斯克可以，看起来办不到，那他反而会是一个美中可以沟通的桥梁吗？那接下来他在练博会里面告诉大家是说，各种的供应链必须美中合作，不可能完全脱钩。而日本的参展企业也在这里头，集团告诉大家说，基本上每个产业都跟中国还有全球市场紧密连结，所以中国大陆国内的供应链很重要，全球供应链也不可或缺。不可能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更不可能完全只有美国一个人，所以现在变成美国减1了嘛，在这个全球市场里。
我觉得大家的风险意识都在升高因为对于美国的政府公债破产或者是美国政府破产，或者是美国的股市破产，或者是美元破产，大家内心里面越来越忐忑不安，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做避险的工作了。为什么？因为从二次信贷就是08年的这个二次信贷的危机，大家已经有意识到，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可是我觉得川普的这一次的贸易战很明显的就激起大家下定决心了，也就是说一定要跟美国要脱钩了，因为拜登的任内又增加了公债1兆多美元，所以美国的政府的公债越来越大，然后川普本来说他要精简这个联邦政府的开支结果他走相反的路，他的大而美法案又要再借钱，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一直不断的借钱，然后利息越来越高，债台高筑的情形下，大家越来越紧张，然后再加上美国动不动就用美元来控制大家，所以我看起来黄金短时间内要往下降大幅度的降可能性不大了，因为每个国家的央行都在增持黄金来作为一个储备货币之一。另外，中国大陆事实上它已经一直在把它的货币国际化了，只是它的国际化的方法让你美国或是欧洲的国家追不到。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透过 SWIFT 系统，它是透过双边的本币交易的方式。那它用更多的双边的本币交易的方式，而这些本币交易，它基本上有很多是用数位货币，越来越多要用这种方式来交易的情形下的时候，使这个 SWIFT 它在追踪中国大陆的人民币的国际占有量，它越来越难去计算。我觉得大陆在分担风险，在减少美元的储备，然后再减少美元的这些交易，甚至更扩大的跟很多国家用更多种货币在做交易。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在推动的。那有关于川普是一心一意想到大陆去访问，可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双方没有把条件创造好，所以都不得其门而入。那目前南华早报推出来的这个消息，其实是最下等的下策。为什么？以川普的立场来讲，他最希望的是盛装，带着浩浩荡荡的这个贸易团、企业团然后到北京去访问。可是你想，如果说只是为了去韩国参加 APEC 的峰会，顺道去中国，我想这个不是川普想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更等而下之的是，在韩国的场边会，这个更不是川普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中美之间的元首的正式见面，看起来气氛还不够，条件还没有创造好。可是不要忘了，当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习近平接的时候，有邀请川普到中国来访问，是川普也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所以两个领导人已经当面邀请了。可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条件还没有创造好，那要正式的访问，看起来还至少目前又僵在那个地方了。本来好像和缓了，现在又僵住了，又卡住了。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处理外交尤其是美国，千万不要用威胁恐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最笨的方法。我觉得那个川普的政策是不可控的，大家都知道，但他唯一不可控跟对垒的方式，相对就是中国大陆啦。最硬的也是中国大陆，现在谈起来好像有转圜了，有协议了，但互相也还在角力。你知道，其实美国都传来，华府传来，他们这个白宫已经在挑选要陪这个川普到大陆访问的厂商了，企业家，企业家了。对，所以为什么突然间说不见面而谈到 APEC 的问题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川普是的确想到大陆访问，因为川普这一阵子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好把这个伊朗也炸了乱七八糟了，但你去看了，他整个在外交上是受挫了。乌克兰，你到现在为止，你说你上台24小时解决乌克兰问题，你现在呢？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吧？你现在在讲50天给俄国50天，50天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跟俄国作战吗？不可能嘛！第二个，你为那个关税再讲中东的问题，这个以色列他的小朋友打仗打得很漂亮，可是你认为那些阿拉伯国家会很爽吗？而且为了加沙走廊问题，多少欧洲的国家，你像爱尔兰
像这个西班牙，甚至英国、德国、法国境内，常常都在举行示威，在关怀这个加沙走廊人。所以美国没有那么在中东方面没有那么讨喜，还有最重要是关税的问题。你看他跟欧盟现在针锋相对，跟巴西搞了就几乎还没有到断交，好像要断交的样子了，对不对？大家互相以50%的关税来互打。加拿大呢，长期以来跟美国关系最好的加拿大呢，还有墨西哥呢，所以在外交上坦白讲，美国实在没有川普没有风光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了。所以他在想，我或许跟中国大陆来去一趟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大家看得出那个我的雄姿英发，跟习近平在一起哦，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可以拉抬他的声势了。其实我的感觉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太多的问题，跟美国之间，光是一个如果50天之内，你给这个乌克兰还没有办法达成和平，请问你按照他的这个美国讲法，他对购买俄国石油天然气的国家扣100%的关税，参院现在在拟的那个案子是扣500%的关税，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我现在对你接待你这么好，你一转眼回去就打我耳光，我告诉你，北京没有办法面对14亿人口，跟这么多其他国家，就是美国简直把你当作小朋友一样，高兴就摸你一把，不高兴就捶你一下。所以我认为他们要见面真的不是那么简单。自己在 APEC 嘛，这是国际场合嘛，反正他们见个面哦，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嘛。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才开始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开始进入深水区。至少不会如他自己的算盘那么顺利。面老师，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美元武器化的问题啊。那美元武器化是不是很大的风险？当然是，不过它已经非常久了，从1944年7月到现在是2025年，已经81年了，我们都使用美元。虽然美元在有一阵子就1970年代差点要瓦解，当然也就是 Bretton Woods 瓦解之后，但是它又跟石油去绑桩以后，也就是黄金美元变成石油美元以后，它还是继续绑了很久。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元你要去化它非常非常难，它的确是个非常厉害的武器。当时呢，我听过非常多，我们在这个银行当董事的时候，听过太多美元在任何地方，只要任何一个你得罪了美国企业在别的国家，结果美国就可以伸手说要罚款或罚你在纽约或在美国的任何地方的银行。他会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像欧洲的银行呢，它是可以投资企业的，任何企业到任何地方去标案赢了美国，美国只要一告，那他就会罚他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说最后一个答案就是你告什么理由都没有用，因为你是用美元交易，所以美元是一个真的实行三霸，叫霸道霸权，它让这个美国很霸道，让美国的确有霸权，也最后呢，它可以霸凌别的国家一个主要的东西，所以很多国家都想把它取消掉。那当在金融海啸的时候，2008年12月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美元已经很 crash 掉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慢慢起来了，那时候呢，当然他也买了非常多的美国债券。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呢就有非常多想要去美元化的这个想法。那当然，中国呢，当然后来也做了 CBDC， 也都是想去美元化，但是有这么容易吗？因为发觉真的很难，因为它81年交易的确非常难。各位啊，你去了解一下，我们在汇率的换算有一种叫直接汇率，一种叫间接汇率。什么叫直接汇率？就是你只要对美元直接换的叫直接汇率，如果经过三角关系叫间接汇率。为什么要直接对美元叫直接汇率呢？就是因为在 Bretton Woods 所定的，所以非常难。但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定义了清算的规则，你必须改变；第二个是 COFR， 也就是国际的这个外汇存备叫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你要有一定的储量，否则的话。你很难去打掉美元。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数位货币也是一块。不过我讲这么多的主要原因是说，要打美元很难，但是重点是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被他这个得罪国家，像这个现在慢慢茁壮的这个国家，外汇存底现在最高，从2014年到4兆，现在到3兆3这个国家，也就是中国，他已经做了非常多想去美元化的动作，因此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是有可能性的，但是这要待以时日，也就是要待以时日。那当然囤黄金是一回事，我最后还很快讲一下，刚刚因为讲到一个很重要，叫做the world。-1 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从2003年、2001年加入 WTO，2003年到2014年，整整的12年，我们叫做 Asian +1、+3、+6，这个慢慢的知道中国崛起，很快世界在变。后来呢，就是因为在川普1.0打压了中国，使得呢全世界知道 China +1，包括台湾很多厂商就必须移到东南亚去设厂，叫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那我觉得现在最有趣了，当 China +1从这个2019年带到2024年5年。从今年、明年开始，我觉得世界会慢慢变成一个
也就是4月初《经济学人》看到的那个画面，黄色的中间有个绿色的美国大地图，川普正在割，把自己的孤立主义割掉以后，叫做 The World -1， 没有美国的自由世界贸易。是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刚刚我们上一节来宾也提到了，关于欧盟呢，本来是最紧密的经济体，也是最佳的盟友，但现在欧盟也真的不知如何处境。现在是想办法跟中国大陆这边取得经济的平衡，才有办法跟美国来对阵吗？但是呢，中欧峰会预计24号北京要登场的，本来2天，现在有这个关系生变降温的味道吗？直接缩减为1天。中欧峰会呢，本来是欧盟理事主席科斯塔，还有执委会主席，之前最抗中硬派的冯德莱恩，说要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总理李强哦。但是欧方自己先发了最新的会议日程，直接把25号这一天本来要移师到安徽合肥的商务会议，变成缩水为1天。但据报呢，是根据应中方的要求而取消的。双方发生什么事？居然在见面之前做了一个翻脸的动作吗？欧盟说要制裁中国2家银行，是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欧盟第18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里面，就第一次把2家中国大陆的地方银行，还有5家企业纳入了制裁名单。理由是说，这些机构涉嫌帮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提供物资跟支持。中国商务部当然立刻反制，说欧方这样的行径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而且这样的做法直接制裁我们的银行跟企业，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是不是？也就因此，本来要中欧会谈见面，做其他的因应来面对美国，现在直接又缩水，看起来很难达成共识吗？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直接说，欧方有一些人不断片面的夸大中欧的经贸具体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美国接下来锁定2大要害包括了不惜动用叫做核选项的反胁迫工具，被叫做核选项，当然是不得不动用，最后才会动用，影响会很大的这样的选项，包括锁定的目标，欧洲酝酿要反制美国的数位税公共标案有没有可能做呢？现在大家在观察，但是8月1号到底川普会不会真的实施所有的关税？有时候大家已经开始不相信他讲说一定会实行的这样的话，但是贝森特讲的是说，关税本身反正就是谈判筹码。会不会实施？8月1号之后还可以继续谈吗？他们都留了很多的保留的选项，然后呢，反正施压他们对美国可以拿到更好的协议，都是有帮助的。反正倒霉是其他人，不是美国，是这样吗？川普自己在国内面临的可能高物价马上就要来了，有数十国进口商品，像巴西这些国家，最高要课到50%的税。美国物价能不涨吗？如果8月1号关税如期生效，自己国内的消费税额直接转嫁，物价上涨是必然的。光耶鲁预算实验室所计算出来，今年将使美国一般的家庭多支出至少$2400哦。那所以曾经承诺过价格不变的亚马逊 Amazon 也被抓包，你偷偷涨价了。那川普的做法是直接施压企业，你不可以自己涨价，但显然没办法，这不是川普可以控制的。但他可以控制什么呢？在国内的舆情里，突然冒出一个阴谋论，把之前奥巴马政府的叛国阴谋拿出来宣布，说美国情报总监公布超过100页机密文件，指控奥巴马当时当政的时候，涉嫌以国家情报系统发动一场对抗川普的政变，来炒作通俄门跟俄罗斯吗？那其中美国情报总监说，这不仅仅是党派之争，而是美国民主体制本身的叛国共谍。这话我们都好熟，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好，奥巴马说被指控密谋推翻2016年大选吗？哇，川普还在自己的社群上面转发这种 AI 影片，说要把奥巴马抓起来，好熟的戏码，不是吗？戴老师。先看一下欧盟跟中国的关系哈。中国大陆是有诚意跟欧盟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因为欧盟它也面对这个美国给它的关税压力嘛。中国大陆总认为说，我们的贸易是走得还可以，那希望你不要一直追随美国。过去欧盟就一直追随美国，在拜登时代，拜登对中国的电动车课100%的关税，欧盟也对中国的电动车最高课到47%多的关税。那中国大陆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嘛，那因此呢，就跟欧盟彼此之间有纷争。那现在川普上来了以后，对欧盟也要课关税。
那要对欧盟扣关税的时候，那大陆总觉得说，那我们双方可以比较多的合作，走自由贸易。可是欧盟不是，欧盟对中国大陆一直很不友善。王毅去了欧洲访问的时候，冯德莱恩不友善，外交专员也不友善。那讲了半天都没用的情形下，那中欧的这个50周年建交纪念这个活动就办不下去了。办不下去，当天在王毅还在比利时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2天缩成为1天。所以合肥的行程就取消了。是中方先宣布。对，中方就是那就没有必要了，那就缩成1天，当天来当天走，完全不搭飞机连过夜都不行，就要回家了。那个不接待了对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习近平东道主国家的主席就会见他们一下讲一讲中国的立场。然后接着这个会就结束了，就转由他们跟这个李强来谈。那习近平其实基本上来讲，不是要跟他讨论，就是礼貌上会见一下客人就好像说你到一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的主人到这个客人来，然后接见一下就好。那你跟我的这个首相谈一谈吧，那就首相跟他们去谈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中欧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是越来越冷了。那目前的情况要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只要冯德莱恩还在，那比尔想改善，因为这个人是意识形态挂帅的，而他所组建的团队都是意识形态挂帅。那因此，中国大陆跟欧盟之间的关系不会好，但是中国大陆跟欧洲个别国家的关系，像跟西班牙的关系就很好，葡萄牙的关系也都不错，希腊的关系也都还可以那也就是跟个别国家的关系是可以好的，像芬兰也都不错。但是问题就在于，对欧盟这个整体来说，只要冯德莱恩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团队还在，那就别想改善。贝森特的关税是这样子，他说这是硬日期，就是8月1号一定课，但是课了以后呢，你还是可以继续跟我谈判。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大的经济体跟美国都没有谈成。日本啦、韩国啦、欧盟啦、印度啦等，加拿大啦、墨西哥啦，都还没有谈成，所以它等于是我时间到了，我照课，但是呢，继续谈吧。那就代表美国其实也担心，为什么全面性的关税会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美国有没有想过？先喊先赢，看谁先退。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欧盟代表即将访中，不过时间呢，本来2天缩成1天了，看起来关系好像没有办法成为跟美方沟通的替代的管道。委员，我先讲到太空站的问题了这个消息谁发了？是 AIT。对啊。那我请问你，立法委员知道吗？我们的媒体知道吗？我们的民众知道吗？这么重要的消息，就涉及到台湾要拿出一大笔钱去投资的事情，为什么由 AIT 来发布？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现在都派了一些官员在台湾的政府里面服务，现在是不是连发布新闻都委托给 AIT 去做服务了？这没有任何道理，而且 AIT 也太不懂事了。我讲实话，你把台湾当作什么？这么重要一个事情，其实你是驻美国派到台湾来一个组织，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应该由我们政府来发布这个消息才对的，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民进党政府这么重 ，AIT 不会无敌，就是没有半撇子都没有，他就去谈这个事，一定是很具体的 AIT 才会去讲。那我请问你，我们的政府做了什么？你有让人民有知的权利吗？你这个整个计划是怎么一回事？你政府，你交通部部长该不该出来讲讲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媒体也不知道，连《镜周刊》都不知道，会不会又是个天价？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政府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想看，我们要站在民主阵营里面，我们这种做法剥夺人民知的权利，算是民主国家应该的做法吗？至于讲到这个欧盟，其实欧盟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对中国大陆是蛮反感的，有些国家但是呢，也有一些国家是希望跟中国大陆要改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不再那么可靠。你看这样，这个乌克兰战争，川普你把人家武器挡了，不给人家也就算了，
你最后说啊，你欧洲出钱，东西可以给你，你欧洲要付钱，你美国已经没有做老大的那种风范了吗？欧洲国家很重要一件事，你这次贸易谈判为什么欧洲那么强硬？很简单，你美国一直说欧洲赚了很多的钱，我们用去年来讲，欧盟国家赚了美国2356亿美元，这是货贸你如果加上服贸的话，美国赚了欧洲多少钱？746亿所以一减之下，服贸减了以后，他赚了多少钱？欧洲只有整个的欧盟这么大，27个国家只赚了美国1610亿，我还没有讲完。你知道吗？欧洲一年这些国家，欧盟国家要给美国买多少飞弹，买多少飞机，买多少军事装备吗？我只讲最近他们下了单，这里面当然包括英国，可是多数是欧盟国家下单买 F-35，550架，550架，你知道一架多少钱吗？8000万到1亿1500万，看是哪一种款式，还有你的软体啊、硬体的这种加设也有关系。你想想这些加进去的话，究竟是谁赚谁的钱啊？所以欧盟有些国家终于认为说，我们完全跟着美国走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跟其他国家发展关系，譬如说跟加拿大之间就有很多的密切的这个来往、访问这些。接着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欧盟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会非常平顺，但是呢，已经双方都有发现要彼此拥抱来对抗美国，必须要各退一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8月1号关税真的美国要实行的时候，不只是其他各国产，难道美国自己物价不会飙涨，不会有影响吗？当然会啊！这个川普把它当作谈判的工具，实际上这工具他想达到多元化的目的，他以为他很厉害，他谁都会听他的话。错了，我一开始就讲，很多会有 revenge， 会有报复性的，所以他到最后一直谈不拢。他每一次说要 set up 的一个 deadline， 最后呢都还会谈，即便已经定下去，还会再慢慢谈的。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聂老师待会儿随时加入我们，先帮大家插播个最新的消息。艺人罗大佑他接受媒体人香龙哥唐香龙的访问的时候呢，他公开的表态反罢免。他说呢，人无照天理，天无照甲子。话锋一转啊，说最近搞的什么大罢免太怪了哦。他说我很担心，主持人担心他还会不会被影响。他说这不是政治，这是赖罢免、赖皮罢免，这是不对的，要大破功才行。因为整个就是选举选输了，想要赖皮的罢免。罗大佑表态了，看看最新的几个消息哦，到底台湾的所有的民生议题、经济情况，很多是不是在民众感受到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的时候，我们的政府看到的只有大罢免呢？例如很简单的一个议题，台风过后，刚刚看到前一段是台南的灾民17000多户的屋顶，大家还要想办法要过日子，后面还有2个台风在后面虎视眈眈的快要来了，到底光电板怎么了？现在呢，经济部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居然敢公开的答询回答说，这个包括嘉义啊、新温光电废弃物的清理情况啊，市长公开讲99%都清理完了。前一段讲经济部长对于整个救灾100%的满意，他说我们打自己100分，光电板99%清完了，结果隔天，这是隔天的画面，在民众党嘉义党部去现场会看到的画面，仍然是四处的四散的光电板。17号哦，到了21号，昨天张启凯委员再到现场去公布出来的画面，看看这个空拍图。这整片都是光电板呢，密密麻麻，影响着整个海岸线。还有更可怕的，有没有后续的污染？整个清运之路仍然漫长。我们的官员是怎样？上次司法院立法改革的方案没有过，他们在立法院可以公开答询的说谎吗？不用为自己的政策来负责吗？这么多的光电板密密麻麻还在岸边说99%清完了，那其他有更多，到底清了多少？立委环部委员会去会勘一样，现场呢仍然有这么多的光电板哦，但是卫福部长彭启明
没去，派了代表去。为什么他去哪里呢？说是去职棒的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啦啦队啦。所以啦啦队比较重要，在民众这里南部，屏东、台南、嘉义旁边的这些光电板不重要吗？看起来卫福部对于台湾哪些议题重要，感觉跟我们一般民众看法很不同啊。其中我们的媒体朋友他所讲的，黄阳明他认为接下来大罢免如果大失败的话，卓荣泰、柯建铭都等着要下台，民党内部将会有一番腥风血雨，连赖清德都等着被逼宫。所以呢，看到绿营内部的崩塌，就只要726，如果真的罢免失败的话，就会发现曹兴诚等等各式各样的内斗就会展开，726会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精彩的开始。但对台湾来讲，真的是很家门不幸啊，还有很多的国外外力的挑战还没有办法因应，包括726关税之前是不能公开，到底知不知道了，谈得怎么样？赵少康他说，其实应该大家资料所知道掌握的，应该有可能已经到了32%吗？行政院AIT 哇，轮番出来否认跟打脸不是还在谈还不知道，说是谣言。好吧，那到底是多少？如果不是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为什么一直在这个推脱而不敢正式的黑箱的谈判，到底谈了什么也不敢说。那包括立法院答询去问经济部长郑丽君是要再去没有错了，大家就问说，那到底接下来去美国谈关税第几轮了？到底有没有把握？如何的成绩呢？郭智慧只说他不是谈判小组，甩锅不清楚啦，但却很有信心哦。他可以说我们谈的绝对在8月1号之前谈的比日韩更好很有信心。还说光是台积电到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就是非常高的议价能力，是日韩没有的。像白宫讲的8月1号之前还会有更多的关税性寄出来。台湾到底怎么样？美国财政部长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回到原点如果谈的没进展，回到原点的话，就是原本当时解放日所公布出来的关税。他认为只要对他们形成更大的压力，更高的关税，美国就会有很好处嘛，拿到更好的协议当4月2号宣布的是32，如果一揭牌我们真的是32的话，台湾产业到底怎么办？其实美国要的还有很多。看到这几则新闻，我觉得真的是厉害了。这一则是 AIT 除了否认32已经谈好了这个数字之外，再发一个文，哇，真的是奇文共欣赏了。他说台美将会有个太空合作计划，而且这个点呢将是在屏东有个太空站 Houston， 从这个 NASA 可以直接到屏东。2.5个小时本来要飞13个小时，现在直接缩短那个太空说飞上太空，穿越大气层，再直线落体的这个自由落体的方式落下，这样就可以快速的送货。到底要花多少钱？当然这种快速的进出就不可能有人嘛，就是货物嘛那到底这个是未来投资计划吗？为美台深厚的科技伙伴关系，到底还要花多少钱呢？我想我们主妇想到的是这个算盘拨一拨，你这个未来投资几年可以做完？人类文明什么时候做到？光这个计划又要多少钱？我们还有阿拉斯加还有什么？还有以色列屯垦区，我们成为全球第一个去以色列屯垦区投资帮忙给予资金的国家。这是根据包括了已经有3家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还有南华早报的报道。如果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出现在那里的画面照片，告诉大家即将在这里投入大笔的捐款，支持建设医疗中心。对于这么敏感的地方，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根本无法忍受。我看到媒体报道，光林芳委员就曾经公开的回应过这件事情。这个地方这么敏感，台湾跟以色列有好到要去跟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为敌，那当这个第一名去捐款捐钱吗？外交部现在当然是很低调，不敢正面的证实。委员怎么看？其实我对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且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客家人犹太人他也是一个流亡多年的民族，这样，所以我很容易跟他们打交道。这样，那事实上我能够到美国去念书，有一个犹太的教授也帮了我很大的忙然后这个后来我到立法院以后我就当了这个中华民国以色列国会联谊会的会长所以那时候历届的这些派到台湾来的这个代表，我跟他们都有一些交情，因为早先派来的时候不是以色列外交部派的，是他们的摩萨德派来的人
那时候他们大概对于军购这个问题他们很有兴趣这样，所以我去过以色列几次，所以我对以色列对犹太人的聪明是印象非常深刻。那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对朋友很好，所以人家讲一句话就是说，跟以色列人做朋友很好，跟他当他敌人就会很糟糕这样子。可是我说老实话，一个人不管你对于一个族群或某个国家印象再怎么样的好，很重要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世界要运转的比较顺利我认为和平，还有呢就是仁慈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今天去看看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做法，杀死了55000人，这里面儿童上万的儿童被杀你每天打开报纸看，不管是甚至犹太人自己办的报纸《纽约时报》你看 CNN， 你看 BBC， 经常都头版头条在报道加沙走廊那些要去领取食物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有设一个人道的这个站，供应一些食物，又被杀。而且这里面很多是小孩子被杀，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子因为饥饿，那个饥饿的那个样子那整个加沙以前的那种房子这种林立就被摧毁到恢复到像沙漠状态，你没有办法忍受。然后以色列像个被宠坏的小孩，一下子打加沙走廊，一下攻到黎巴嫩的南部去，一下又打伊朗，然后呢等一下又打这个叙利亚那格兰高地我也去过格兰高地根本不是你的，你以前战争完跟人家占领，现在越战越多，整个人都要吞下去。作为以色列人的朋友，我都看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友情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这世界有个共同遵循的一种道德，这个就是我们要对生命要尊重，要关怀，要尊重生命，尤其孩子的生命。我们都当祖父了，我们都有孙女，都有孙子了，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跟他们在一起。那别人的孙子，你看别人的小孩这样子被杀，我们看得下去吗？所以为这个我才几次的公开的批评以色列。我对犹太人的感情不减，因为很多犹太人勇敢的站出来批判纳坦雅夫。纳坦雅夫坦白讲就是个战争的一个罪犯，国际法庭已经判他为他是犯了战争罪的很多犹太人，包括犹太籍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参议员，他们都站出来批判这个纳坦雅夫。纳坦雅夫是犯了贪污的罪，他只要不当总理，他就准备要去坐牢的，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战争持续下去，所以才让他的内阁可以继续存在。这样子就刚好被内阁里面极右派的少数2-3个党给绑住，就逼他你一定要越来越凶悍，越来越强，我们才会继续支持你，否则就倒戈。所以纳坦雅夫某一点来讲也是变成人家的人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么多人被杀，然后我们政府没有替加沙走廊那些可怜的人讲一句话。我告诉你，萧美琴都到过约旦河西岸去访问过。我要问你，当时去你是表示同情他们，对不对？你民进党有些人就到过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去访问过表示同情他们你们今天为什么不出来讲一句话？讲这句话就会伤了跟美国感情吗？也会伤了跟以色列的感情吗？要伤就伤嘛，人类有更高的标准嘛，对不对？道德的这个标准嘛。所以我看不下去。你这个只是觉得这个钱，你是鼓励他吗？你要知道，屯垦区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屯垦区以前是住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用各种手段，包括战争手段把人家赶走，然后你们占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还甚至都杀死了巴勒斯坦人。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是愚蠢到极点。我讲老实话，你不要给我讲什么利益，什么要讨好美国的极右派。我告诉你，美国很多犹太团体都站出来批判纳坦雅夫。你外交部做这种事情是不可原谅了，人家会看不起你，对不对？我们常讲，我们站在民主的一边，对不对？那民主是要代表什么？代表仁慈、仁爱、有道德感、有责任心、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我们做这个事吗？你外交部长英文这么差，我们也不想批评你了。你派驻外面的时间有些有问题，我们不想批评你了。但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出来道歉，而且收回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如果我们的政府选择要跟美国无止境连太空都可以支持要捐助了，所以要去捐助屯垦区，现在叫做敢做不敢当吗？我们有看到照片哦，报道里有我们的代表到现场去要捐款屯垦区的画面。但现在外交部是说，哦，是这一位代表单独个人的行为，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到底要怎么捐助，或者是我们该不该捐助？难道不该有一个说法吗？驻外代表的所作所为都代表台湾的立场跟态度。那到了一个以色列的屯垦区，这就是代表外交部的态度嘛，也代表总统的态度，也就是赖清德的态度。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跟整个联合国、整个国际社会是相对抗的，因为整个联合国的决议是认为以色列占领的屯垦区是非法占领的，而且他们是通过一个决议，要以色列退回1967年所占领的非法占领的屯垦区，都应该还给巴勒斯坦人。这是联合国有这么一个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决议。第二个，你今天去要投资屯垦区，或是要赞助屯垦区，你等于是跟整个穆斯林世界为敌。我们跟沙特阿拉伯，我们跟阿联酋，我们跟这个中东地区有多少国家有很紧密的关系？有石油的关系，有贸易的关系。你要跟整个亚洲里面，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都是属于穆斯林哦。那泰国的南部、菲律宾的南部都是穆斯林区，你要跟这么多的人为敌，我觉得这个是极为愚蠢的事情。另外，太空站这个是一个世纪的大骗局，怎么会落在这个屏东呢？第二个，八字都没一撇。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他们川普眼中看到的是台湾年年升高的外汇存底。我们今年6月的外汇存底又破纪录了，已经达到5968亿啊，5984亿美元，可怕极了。也就是我们的外汇存底越来越高。川普眼中来说的话，台湾非常非常有钱。他满脑子就是要把台湾的这个外汇存底放到他的口袋里面来，所以阿拉斯加的油气管要台湾拉，俄国跟欧洲的油气管都还各付一半，而我们台湾却要帮阿拉斯加拉一条油气管到台湾来，这个是天价的钱啊。然后我们看到要跟美国买天价的武器，然后现在又要把钱撒在这个屯垦区，然后又要搞一个世纪大谎话的什么太空站，那个是世纪大谎话。飞机在哪里？然后场地在哪里？那盈利的所得在哪里？能够赚多少钱？什么评估都没有，全部钱。川普眼中台湾太有钱了，他满脑子想的是钱。好，由于台湾太有钱，所以他要台湾的钱都掏出来，因此在贸易协定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台湾的股市一直震荡，大家紧张，然后为什么郑丽君去谈判到现在回来黑箱子作业，黑箱子，就是不敢告诉台湾的民众，不敢告诉台湾的企业家说现在谈的进度怎么样。日本都还敢告诉台湾的民众说我们不接受美国的要求，美国说我们的这个汽车要进来，然后农产品要进来，然后日本不能课美国的关税，美国要对日本课关税，我们不接受，他都敢讲。可是问题就在于民进党当局黑箱子作业，什么都不说，我们的台商七上八下，内心里面忐忑不安，完全无法因应，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都不讲。到今天为止，卓荣泰不讲，经济部不讲，财政部不讲，行政院的副院长不讲，谁都不想讲。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简直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好，那现在恶霸这个罢免案，广大的台湾的老百姓反对，60%以上、70%以上反对，连民进党内大佬、大的派系都反对，而赖清德执意要推。你今天已经把社会搞得这么的撕裂，这么的仇恨，
这么的分裂，然后你输了，难道不用负责任吗？我认为大800万输了，你赖清德就应该下台。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太空站嘛，我们观众朋友很有意思，他给我的绰号，他就帮这个太空梭取名叫9天玄女号，然后降落就可以降落在屏东哦，这么厉害吗？光要花多少钱，真的不知道。我们眼睁睁看到的是经济部长相关的官员说，我们的光电板都已经整理好了，结果海岸线满满的都还是光电板啊，聂老师。OK， 我觉得我们这个学财务的强调投资，我们讲国际投资，这国际投资一定要做好国际财管。那么我不懂，刚刚讲的，比如阿拉斯加，我们的油管去弄了，这个有会赚钱吗？最后是亏损连连。现在我们所做的国际投资，你会觉得我很奇怪，这个政府呢拿人民的纳税钱呢，独厚他们自己的利益，甚至呢到国际间呢，有一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舔人家的屁股拍人家的马屁，去跟着人家走。那么当然，我现在就讲这个屯垦区这个事情，觉得非常有趣啊。您刚才讲到那个价值，到底什么叫价值？他是要去投资还是去协助？我们跟以色列，不管跟犹太人关系多好，到底是什么因素？但我觉得，我猜想有一个因素，你知道代理人很重要啊 ，agents 这个代理人有代理人战争有代理人捐款，有代理人贿赂，有代理人洗钱。你看，当车手是不是就一个代理人性质？我担心台湾是一个代理人，我们是美国的代理人，而拿自己的钱去代理，也就是美国说我们跟以色列现在有一些不错的等等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做，请你台湾有钱嘛，请你去帮忙一下。那台湾不能不听，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啦，要不然台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懂，但是。而且我们到底跟以色列有多少的一个所谓私下的合作？我之前在行政国家开发厅当过创投审议委员，当然我们在国际间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创投的合作，以色列是有，但是这个东西有大到你需要去屯垦吗？这个我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奇怪。好，那再来讲到，我觉得那刚才有讲到这个良知啊，这个道德啊，格局这些事情，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执政。我也很像那个川普的个性，也就是大家如果去看那个 Apprentice 啊，叫狂人法则，川普有3个特色当然他是一个犹太的老师叫可恩教的嘛他第一个呢就是 attack 一直攻击。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现在这个执政党所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一直攻击对方，一直把对方打到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严重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概念，也就是我觉得他用了各种撒谎。欺骗甚至黑白颠倒的方式来把别人打倒，那我觉得这种 attack 非赢不可的这种做法，真的是落到他的攻击的那个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更严重，就是他叫做死不认错。你看那个川普的第2个apprentice， 就是他所有事情呢都不是错的。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现在大罢免所有的文宣，我稍微看了几个。不管你哪一区的，会发觉，要罢免的理由全部都不会是属实。你稍微有点良知尝试，就会发现很奇怪，都会变成了一个罢免的理由。最后我讲一下，川普呢就是永不认输嘛。好，那一样的，他们所有东西不会为人家着想，不会体恤别人，也就没有良知、没有道德之外，就是格局啊，真的是不够。我觉得人要为国为民，真的执政之后，不是你非赢不可，就是搞大罢免。尤其刚刚讲到南部现在灾情这么严重。你所有做的文宣呢，都只是在保护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有点良知，为人着想体恤别人，我觉得台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反对反制的声音了。